你相不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于人类世界？如果告诉你外星人不但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而且美国政府呢还曾经提出过计划要来诱捕外星人的飞行器，你会怎么想？大家好，我是林批，欢迎来到林批说故事，让我来跟你分享新鲜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美国五角大厦的幽浮猎人跟外星人猎捕计划。今天我会讲到的内容中包括以下3点。第一，我会先介绍谁是美国五角大厦的幽浮猎人路易斯·艾利桑多。第二，我会说明诱捕外星人的闯入者行动。最后呢，我会提到美国军方它是如何使用外星科技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传说中的幽浮猎人名叫路易斯·艾利桑多，他曾经呢是五角大厦的内部人士，一名老兵跟调查员。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情报行动专家。当时呢，他的薪水级别是 GS-15，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能够得到的最高等级。当时呢，他加入了一个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 AATIP。这个计划呢是隶属于先进航空武器系统应用计划之下的 AAWSAP。因为 AATIP 是当时刚成立的组织，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建立反情报跟安全档案的人。艾利桑多有相关的背景，特别呢是反情报调查以及太空与航空系统的技术背景，所以呢被邀请加入了这个计划。艾利桑多加入之后呢，他主要的工作是向国防部跟情报高层进行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简报，其中也涉及了一些海军飞行员目击的不明飞行现象。正因为如此呢，他利用他的背景出面揭露美国政府掩盖外星人的真相。他更是透过他的新书《迫在眉睫：五角大厦对于 UFO 的追捕内幕》，揭露了美国军方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不明异常现象的回收跟逆向工程的计划，甚至呢，这里面还回收了非人类的标本。艾利桑多说，五角大厦的调查员对 UAP， 也就是不明异常现象，对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军事人员的影响，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他说呢，有足够的报告证实，并非所有的互动都一定是良性或者和平的。有些人会感到恐惧，有些人会因此而受伤。这里包括了一些美国军人。有些人呢，因为与 UAP 的互动，导致了其终其一生需要领取美国政府提供的100%的残障津贴，而这些事件在美国政府的文件中也有一些记载。例如呢，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约翰·伯罗斯，1980年的时候呢，在他所属的基地附近伦德舍姆尔森林中发现有物体降落，他最初以为是飞机被击落。随后呢，他跟队友吉姆·潘尼斯顿进入森林调查，他们看到了奇异的光束穿过树木，一个不明的物体发出明亮的光线，而这个呢，就是知名的伦德舍尔姆森林事件。艾利桑多说，约翰·伯罗斯在受到这个不明的光线照耀之后呢，他的心脏跟眼睛受到严重的损伤，因而终身必须领取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全额医疗津贴。另外呢，他也揭露了美国政府长达数十年的 UFO 回收计划，这个我等一下会提到。如果你喜欢听取这样的内容，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在说明这个计划之前呢，要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影片。My gosh! They're all going against the wind. The wind's 120 knots from the west. 这个呢是由美国军方释出的影片，在2004年的11月，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圣地亚哥外海进行演习训练。在演习的期间呢，有2个不同的雷达捕捉到这些物体。它们呢从8万英尺的高空急速下降，几乎在1秒钟之内就降到距离海面50英尺处，并且呢悬停在那里，然后又突然弹回高空。这个事件呢，在2017年的时候，首先被《纽约时报》所报道，而美国五角大厦则是在2021年才公布了这一段影片。除了2004年之外，
2015年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海军飞行员，在佛罗里达外海的演习中，也拍摄到另外2段影片，跟其他军方有关的 UFO 接触事件中，都显示出一个规律，也就是呢，这一些 UAP 都出现在美国的核子设施或者核子武器系统的附近，因为尼米兹号跟罗斯福都是核子动力潜艇。艾利桑多说：“我们确实知道 UAP 对我们的核子技术有着非常明显的兴趣。”他接着说：“这种兴趣会让人家感到担忧，因为曾有事件证明呢，这些 UAP 干扰了并确实地让我们的核能失效。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 UAP 是爱好和平的，但同时呢，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在其他的国家，这些东西干扰了他们的核能运用。”甚至呢，将这些核能设施启动。对我来说，这同样令人感到担忧。艾利桑多补充说 ，AATIP 也提出了一个假设，也就是 UAP 可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是一个美国军方可以利用的弱点。艾利桑多说，普遍的共识是，这些飞行器它们的推进系统非常容易受到电池脉冲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们使用的技术。如果遇到特定的频率的电磁波，就会干扰它们的飞行跟机动能力。这样听起来好像外星飞行器也没有这么先进嘛。因此呢 ，AATIP 它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叫做闯入者计划 （Operation Interloper）。这个计划呢，就是为了诱捕 UAP。闯入者计划打算先部署一艘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或者其他的核子动力船舰，例如核子动力潜水艇。让这些船舰呢携带着核武器，也就是说，透过诱饵来创造出一个对 UAP 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核子逐击，然后呢引诱他们，当他们进入的陷阱的时候呢，陷阱就会启动，透过电磁脉冲来瘫痪这些不明飞行物，从而就可以捕捉他们。这个计划很大胆，而且可以想见的是，外星科技比我们进步的很多。就算我们真的抓到了1-2个外星飞行器，难道外星人不会反击吗？因此呢，这个计划只能停留在计划阶段，因为没有人敢真的批准这个计划。对于艾利桑多而言，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 AATIP 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一种不明的空中威胁存在的。但他提出的计划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计划被一个叫做柯林斯精英 The Collins Elite 的团体所阻挠。柯林斯精英是一个传说中存在于五角大厦内的宗教狂热分子秘密团体，但艾利桑多却说呢，他曾经接触过这个团体的人。他表示呢，有人曾经在五角大厦的走廊拦住我，问说：“你最近读过圣经吗？”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因此我回答说：“我知道圣经上面写了什么，但请问你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们在面对的是恶魔，这些人是邪灵，我们不应该去研究它。”正因为如此呢，2017年艾利桑多辞去了 AATIP 的工作。对于 UAP 呢，艾利桑多表示有5个明确可以观察的事实，使得这些技术大大的超越我们现在所有的技术。第一呢是高超音速的移动，也就是瞬间改变方向。当我说瞬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人类能够承受的大约是9个 G 的重力，我们最好的飞机能够承受大约16个 G 力，而这些东西在飞行中，它们能够轻轻松松的达到300、400甚至600个 G 的力量，这是人类无法达到的。第二呢是超音速的速度，这里指的是超过或达到5马赫的速度。我们确实有一些技术可以达到这样的速度，但是呢，你不会期望超高音速的飞机能够进行90度的急转弯。举例来说 ，SR-71 黑鸟式的侦察机，当它的飞行速度达到时速3200英里的时候，如果要右转，大概需要半个俄亥俄州的空间才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转弯。第3个观察点有一点像是隐形的技术，我们称之为低可见度。第4个观察点呢，是我们所讨论到的跨介质移动。这是一个物体不仅能够在我们大气层内飞行，包括低空跟高空，甚至能够在真空的环境中，比如说太空跟水下来进行移动。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些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飞机，比如说海上飞机。
一种呢能够飞行也能够在水面上漂浮的飞机。但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飞机，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船，因为呢这就是一种设计上的妥协。然而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体似乎能够在所有的领域跟环境中运作，而且呢在性能上并没有任何的妥协。第五点呢是反重力，从本质上来说，它们能够不受地球重力的限制。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水中跟水周围的出现，让我们真的有点摸不着头绪。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不仅在我们大气层之内，而且有证据表明呢，它们在水下也被我们追踪过，甚至呢，它们的技术超越了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所知的任何技术。正因为这5点，美国政府其实一直秘密的在回收外星飞行器，并且利用其中的科技。艾利桑多表示呢，美国政府从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就开始针对外星科技来进行逆向工程。例如说，五角大厦有一个遗产计划，一直呢在秘密的回收跟研究非人类的飞行器，甚至包括了一些生物体。艾利桑多呢，他还声称一些非人类的外星生物样本，目前呢被保存在马里兰州的德克里克堡。他表示呢，这些生物样本还可以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中找到。这个部门也管辖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跟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艾利桑多说，我们确实知道许多的样本被发给了专家，比如说 NIH 跟 FDA 的专家。这些机构绝对有人知道这些生物样本的所在地。另外呢，艾利桑多他也在书中点名了美国著名的国防公司，包括了洛克希德马丁、麦道、诺斯罗普、波音、雷神跟 BAE 系统，这些呢都是涉及回收外星人技术的私人公司。不过呢，这些指控都被相对应的机构所否认。洛克希德马丁以一份声明来表示说呢，他们否认这些指控。而雷神公司也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们并强调，这几乎不用说，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外星技术。FDA 呢也发声明表示说 ，FDA 从未拥有来自于非人类智慧的生物样本。即使官方与相关的企业都出面否认，艾利桑多的出面揭露这些讯息，却引来了美国空军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对艾利桑多展开了刑事犯罪的指控。艾利桑多表示呢，最初的指控是我涉嫌未经授权来揭露机密，并且呢，我从五角大厦窃取了机密的影片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他说，简而言之，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认定他并没有泄露任何的机密。不过，五角大厦却是公开否认艾利桑多曾经担任过 AATIP 负责人的事实。国防部发言人更说呢，正如我们多次所说的，国防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外星活动的可信证据。这呢，使得艾利桑多的说法受到了外界的质疑。不过呢，在2021年的4月，美国参议员哈德里德曾经写信确认艾利桑多在 AATIP 的角色，让他因此获得平反。隔年，也就是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美国国防部要成立一个 UAP 办公室，向国会报告。这个办公室呢，现在被称为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也就是 AARO。虽然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官方从来没有证实过外星人存在的事实，但是艾利桑多的公开揭露也让世人对于了解真相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知道你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我是林 P，我们下次再见。